大家好，我是空狗。首先跟大家感谢一下，这个频道真的是终于破10万订阅啦！真的是速度比我想象还要快一点。我以为至少还再做个1年，因为这个频道在3月的时候大概才5000多人而已，我真的是想不到，想不到吧？所以真的是要感谢各位粉丝哦。那我一直都没有用过欢呼的罐头音效，我决定今天要用到爽。好，我觉得我一次用了1年份。好，那今天从大家的提问里面挑50题，就是比较多人问，还有比较有趣的。首先第一题，为什么叫做空旷网呢？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多人问啊。那空旷网这个名字呢，说起来是有点悲伤的故事啊。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啊，大家知道吗？艺术系都会有一个就是像期末评鉴那样东西啊，就是会有校内教授跟外校教授过来学校评分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忘记是校内还是外校的教授，就是在看我作品帮我打分的时候，他说你的作品里面表现的只有技巧，内容有点缺乏，空空的，好像空罐一样。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我就觉得画得很漂亮就好啦，你管内容是怎样。后来我玩游戏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梗，我就自嘲自己是空罐。可是因为空罐有人用过了，所以我就取空罐网，就跟海贼王或者游戏王一样，我要成为空罐王。然后下一题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问的基本资料的部分啊。那空罐设定大概是这样子啊。对，我已经29岁了，而且没有女朋友。去日本工作的时候有什么挫折吗？是怎么取得在日本工作的机会？其实挫折蛮多的，但是应该讲不完。不过我觉得最不习惯的应该是每天早上都要去挤沙地的电车，日本电车真的是很挤。那怎么取得日本工作机会啊？其实就只是普通去面试啊。不是这样子啊，我在台湾先考了 N1 证书。然后我到日本去申请一个语言学校，念了大概3个月，然后那3个月呢，就一边念书一边投履历面试这样子。那我本来语言学校我是报6个月，可是没想到我3个月就找到工作，所以我就只念一半就去工作。那具体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在下面留言，我会再做一集。遇到瓶颈的时候怎么找灵感？日本和台湾的工作环境的差异，为什么决定要回台湾？第一个问题在之前影片有讲哦，可以回去复习。然后日本跟台湾工作差异有很多地方哦，不过我觉得体感最大的差异应该就是假吧。日本特休你刚过试用期就会给你10天哦，然后台湾是3天哦，然后日本动不动就有假可以放哦。4月的时候有黄金周 Golden Week， 夏天之后又有夏休，有一个叫 Obon Yasumi 的。那在台湾夏天我们就只能期待放台风假而已，然后还要被嘴放太多假哦。然后是为什么决定要回台湾的部分哦？我也不知道哎，大概是我撞到头了吧。日文怎么学习的？大部分是看动画自学的，然后文法是找 Google 老师教我。不过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不太会讲话，所以后来去日本工作前，我有在语言学校先恶补一下绘画啊。放错是这一张。有考虑露脸做影片吗？那有什么问题？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没有露脸，是因为我觉得画画好像也不需要露脸嘛，就是没什么必要。不过下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一定要露脸才可以做我想要做的效果。之前在日本工作有什么趣事可以分享？好，那因为也快要夏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游戏业的鬼故事。这是一个去年我朋友发生的真实故事哦。大家都知道暑假是游戏业旺季嘛，所以很多游戏商啊，尤其是手游，它的那个发行日期通常都会挤在大概6、7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朋友公司也是，他们就把游戏发行日期定在7月第1周。然后因为他们做的是一个 IP 游戏，那这个 IP 游戏呢是由 IP 方委托开发的，也就是说期限呢对方已经定好了。如果没有如期上架的话，公司就必须要缴交一大笔的违约金。可是因为他们在6月初的时候发现游戏有一个重大的 bug， 就是没有办法一下子修完。然后老板呢就要求游戏的程式组全部加班，就是老板最喜欢的共体时间嘛。为了修 bug 呢，工程师们那一个月基本上几乎都没有回家哦。不过日本基本上车站附近都会有那种就是澡堂啊，不然就是投币式的淋浴间哦，所以虽然大家都没有回家，基本上是没有臭臭的。而且虽然他们光加班，老板是承诺之后上市的时候一定会补偿他们。最后终于是把这个 bug 清掉，然后还做了额外的功能。然后老板最后也是实现诺言，带他们出去吃了一顿大餐。然后每个人有拿到一个奖金袋。可是呢，吃完慰劳会之后，工程师回到家看了一下奖金袋里面，他发现奖金袋里面只有一张1万元钞票。好了，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武田玲奈。空旷大大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绘画的天赋？我觉得我没什么特别的天赋，或者说喜欢画画就是一种天赋。那我大概是从小就蛮喜欢画画这样。工程师学电绘速成如何？工程师学电绘速成应该就跟美术要学程式速成差不多啊，就是你可以用一些套件快速达到想要的事情。可是
真正核心的事情你却办不到，根本没有速成的路，好吗？一直觉得自己画不好，心态要怎么改变？我是觉得不用改变啊，画不好就去练习啊。想知道上色怎么练比较好？等空挂网上色课程。空挂网当初怎么决定要进入插画业界的呢？当初我退伍的时候，刚好是手游热潮，那个时候就是百万亚瑟王、龙族拼图那些东西刚火的时候，那时候外包满天飞啊，所以我一退伍就刚好有接到案子，然后自然而然就开始接案生活这样。当然现在接案已经没有那个时候这么好接了。还好要看你吃什么啊，土是免费的嘛。想成为画师需要怎么规划？需要考什么证照？当画师不需要证照，画得够好就好了。如果不是美术系长大，也能当漫画家吗？反过来说，其实漫画家大部分都不是美术系的吧？你会想要出漫画吗？没有，因为我不太会讲故事。学习艺术这块会遭家人反对吗？我家人是没有反对我，因为他们也没有帮我出学费。有打算出一本自己的绘图本吗？我出了10本。想看空旷跳不要生气操可以吗？不要生气操什么？假如你生气，假如你生气，有我耶稣，有我耶稣。不要。最喜欢的动画作品，如果要说 TV 版的话，应该是 Fate Zero 跟天元突破。空旷是哪部动画和漫画入坑的？严格来说，应该是惊爆危机校园片。喜欢的游戏是，目前为止觉得体验最好的应该是风之旅人。大学读哪里？和平东路跟复兴南路交叉口的那个学校。哪时会有超大宗回馈粉丝抽爆活动？等厂商赞助我。如果是新手，可以模仿别人的画吗？大家都从模仿开始的哦。你认为画画像武侠小说里的武学吗？不像。我看武侠小说里面，基本上武功都是越古老越强。可是画画不是这样子的。以商业来说，受欢迎的画风没几年就会换一种了。因为作品画得很好，被别人称为大大，很爽吗？没有很爽。尤其是你看他画的比你好的小朋友叫你大大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心虚哦。对，就在说你。片头动画是谁配的？有蛮多人以为是我配的，其实不是。想做影片的原因，现在做影片比较多的原因是因为要业配我自己的课程。没错，现在这频道就是空旷课程的业配频道。有没有想做做看其他影片类型？目前应该会先维持在画画这部分，不过有机会的话也会做一些其他的。未来会考虑和其他人合作吗？下一部影片就是合作影片哦，应该啦。有粉丝见面会吗？今年暑假的同仁场应该看到吧 ？FF 跟 CWT。空旷网这个停顿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必须要有？那其实是有一次我录开头的时候结巴哦，然后后来觉得这样开头好像蛮有趣的，就一直做了。空旷网要不要晒一下黑历史？之后我应该会做了。空旷网有在接工商吗？差不多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开始接工商？以 Facebook 来说，你可以看一下那些有在接工商的专业，大概赞数是多少，然后触及有到多少，这样你大概都知道要到多少才接得到了。大家比较喜欢花椰菜还是豆芽菜？豆芽菜。你在日本超市可以买到最便宜的蔬菜就是豆芽菜，一包大概30日元。顺便跟大家推一下我在日本常吃的食谱。首先汆烫2包豆芽菜，加入麻油4cc、酱油30cc、面味露20cc、盐1小匙、味精3小匙、辣椒粉3小匙、蒜泥适量、芝麻适量，全部拉在一起就会变成完美小女孩。哦，没有啦，是好吃的益丰糖辣豆芽菜。最喜欢自己的哪个作品？有很多张喜欢的不过我觉得对我来说最特别的应该是这一张。也是差不多从这一张开始，我脸部画法就定下来了，所以也算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张。想请问速写课程还会再出吗？目前下一个课程应该会出上色课程，所以速写课程短期间内是不会再出的。请问有欣赏其他同类型的 YouTuber 吗？不知道算不算同类型啊？不过我之前蛮喜欢 Ross 做的影片，然后我会看 Poco。画正面的时候会不会硬？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个朋友，他在画R18游戏公司上班，然后他们的企划在上班的时候公然在电脑荧幕上面放 A 片，可是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所以人类适应力是很厉害的。从开始有意识的练习到现在这样子画了多久？大概10年吧。最喜欢吃的东西臭豆腐。你容易流手汗吗？超流。所以画图的时候手上都会垫一张卫生纸。空旷网有玩第5嘛？我大概玩1天就没玩了，因为我不太擅长这类型游戏。请问空旷网大概什么时候会教画衣服皱纹？我看到有很多人在我频道下面问衣服皱褶怎么画。我希望大家先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好看的皱褶呢，其实它好看的并不是皱褶，而是皱褶勾勒出的身体线条。网络上的确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衣服皱褶示范可是如果你们的人物还画得像这个样子，那就算皱褶画正确，其实也是没什么意义的。建议初学者一开始不需要太过追究衣服的问题。
接过最有成就感案子，应该这一张吧。有蛮多人跟我说很喜欢这张，我也蛮开心的。大平时除了画画都在做什么？剪片。好，那今天50个问题就是这样子。好，影片好像拖得有点长，大家拜拜。